大家好，我是老白。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装置 7840HS CPU 的高性能小主机 GMK 吉摩克 K6。我们一直说吉摩克是卷王 ，K1 第一个把 Ryzen 7 6800H 打到1999元 ，G3 第一个把低功耗 N100打到了599元 ，K6 是第一个把本世代 Ryzen 7 7840HS 小主机的价格打到了2299元，基本上比6月初开售的第一台 7840HS 的价格降低了800元。K6 是吉摩克第二台 780M 核显的小主机，也是吉摩克对自己初代 780M 核显产品进化迭代后的新品。吉摩克 K6 装置了 AMD Ryzen 7 7840HS 8核16线程标压移动 CPU， 内置 Radeon 780M 核显，双通道 DDR5 内存，双 PCIe 4.0 的 NVMe SSD， 3屏显示输出，双 2.5G 网卡加 WiFi 6E。打开来看一下，所有的配件都在这儿了 ，HDMI 线了，显示器背架和螺丝，还有赠送的螺丝刀。开盖的壳片，说明书，这单槽小电源19伏 6.32 安，一共120瓦功率。拿起小主机，塑料机身不重。机身接口，前面板电源开关键，耳麦口 USB 4接口，双 USB 3.2A 口。后面板 USB 2.0 接口，USB 3.2A 口 ，DP 1.4 接口 ，HDMI 2.0 接口，双 2.5G 网络接口，19伏电源接口。打开快拆式顶盖，可以看到里面有后部的散热系统，系统散热风扇用来给内存和 NVMe 散热。我们卸下4个角的螺丝，撬开盖板，把风扇的电源线拔掉。我们来看看内部都有哪些接口。机箱内双 DDR5 内存插槽，最大支持5600兆赫兹，双 PCIe 4.0 NVMe 接口，取下上方的 NVMe SSD。SSD 下面是无线网卡，建议在有双 NVMe 接口的情况下，出厂自带的 NVMe 可以安装在另一个插槽。我们首先使用吉摩克 K6 迷你主机的 Ryzen 7 7840HS CPU 来转码，看看实际效能如何。最后结果是10分22秒，共计622秒。在所有我们测试过的迷你电脑中，转码成绩排名第3，仅仅次于 UM790 Pro 的592秒和 UM790 XT-X 的616秒很接近。CPU-Z 多线程 6875.1， 单线程 669.9， 比上一代吉摩克自己的 7940HS 还高上了一点点。Geekbench 5多核 11897， 单核 1963， 这回比吉摩克 7940HS 低了一点。Geekbench 6多核 13063， 单核 2632， 仅次于上次测试的第一名 UM780 XT-X， 高于吉摩克 7940HS， 暂时在我们所有的 Geekbench 6多核成绩中排名第2。Cinebench R3 多核 16206， 单核 1793， 超过了自家的 7940HS。Passmark 多线程 31407， 单线程 3974， 多线程成绩是我们所测试过的所有 CPU 中排名第4。综合来看，吉摩克 K6 的 7840HS 多线程成绩非常强大，超过了自家的 7940HS， 也领先了许多迷你电脑的 CPU 成绩，可以说是名列前茅。接着看娱乐大师，总分1535795， CPU 得分938796。
我们还给极摩克 K6 版本的 7840HS 运行了 OpenW 测试 ，AES 954,524， XX20 378,982， CoreMark 483,505，在 CoreMark 层级排行榜上排名第4，很不错。稳定性是仅次于性能我们最关心的问题。我们打开 IDA64 跑 FPU 单考的压力测试，一开始 CPU 功耗直接跑在了45瓦，整机功耗65瓦， CPU 频率 3.8GHz， 我们一共单考了40分钟。 K6 版本的 7840HS 很稳定，功耗一直保持在45瓦， CPU 温度最高上升到73度， SSD 温度最高上升到51度。接着我们玩游戏，地平线5 1080p 高画质，不开抗锯齿，普通场景80多帧接近90帧，复杂场景70多帧到80帧。更新 AMD Radeon 新驱动之后，地平线5的平均帧率又提高了8到9帧，90多帧的情况经常出现。看来后续驱动升级帧率还是 AMD 最会整啊。英雄联盟 4K 中等画质，最后大团战平均90帧左右。原神 1080p 高画质，跑起来接近60帧。星穹铁道 1080p 非常高画质，跑起来接近60帧，战斗接近60帧。这就是 Radeon 780M 核显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切忌冲动行事。游戏测试完以后，看一下我们最关心的温度传感器数据。CPU 最高温度 75.9 度， SSD 最高温度60度，可惜没有内存传感器的数据。我们也看一下 3D Mark 的测试结果， TimeSpy 2948， Firestreak 8574， 稳定度 99.9%。 显示接口输出 HDMI 接口最高支持 4K 60Hz 8比特 YSBCR 444的非压缩显示信号输出，满足 HDMI 2.0 的标准。 DP 和 USB 4接口输出 DP 信号，最高支持 4K 144Hz 10比特 RGB 非压缩显示信号输出。我们这台显示器支持 TP 接口超频到 160Hz， 超频后 DP 和 USB 4接口能够支持 4K 160Hz 的10位 RGB 非压缩信号输出。索尼 OLED 电视连接 HDMI 线缆，小主机能够输出 4K 60Hz 8位 YSBCR 444的非压缩信号。AMD Radeon 780M 核显视频解码，最高能硬解本地 8K 60帧 AV1 视频。YouTuber 8K 60帧 AV1 视频照样流畅播放。PCIe 4.0 NVMe 硬盘测试5000兆 B， 原厂 NVMe 已经达到了中等级别。USB 4接口连接外置硬盘3100兆 B， 满血的外置数据读取能力。WiFi 测试 RZ616 WiFi 6E 无线网卡跑上了770兆 bps， 算是我的无线网络环境中的一般水平。2.5G 网卡我们也使用了 iPerf 3测试了内网性能，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都接近 2.37G， 跑满了带宽。极摩克 K6 迷你主机装置了 Ryzen 7 CPU 7840HS， 出厂平衡模式下45瓦的性能释放， Windows 下待机功耗 7.1 到 7.7 瓦，
CPU-Z 最高功耗 73.81 瓦，单核满载功耗30瓦 ，Geekbench 5最高功耗 78.64 瓦 ，Geekbench 6最高功耗 77.58 瓦 ，Cinebench 223最高功耗 75.14 瓦 ，Passmark 最高功耗 81.93 瓦，娱乐大师最高功耗 82.11 瓦 ，Cinebench 2024最高功耗79瓦。室温21度的时候 ，CPU 待机温度 36.3 度 ，SSD 待机温度 48 度。这台小主机 CPU 满载的时候，机身噪音是55分贝左右，收回在耳边是45分贝，离我们认为安静的40分贝还有点距离。45瓦性能释放的 GMK K6 已经非常不错了。我们也通过在 BIOS 里设置性能模式，看看它的性能释放如何。先来跑 FPU 单烤的稳定度测试 ，CPU 功耗直接降低，跑在了62瓦，整机功耗达到了89瓦 ，CPU 频率 4.2 GHz。我们一共单烤了20分钟 ，K6 版本的 7840HS，CPU 功耗一直保持接近45瓦 ，CPU 温度最高上升到了90度，90度就是温度强了。SSD 温度最高上升到51度，整机功耗比45瓦功耗释放的时候高了25瓦，从65瓦上升到了89瓦。看看 CPU 跑分情况 ，CPU-Z 多线程 7095.4， 比45瓦释放的时候提升了 3%。Geekbench 5多核 12219， 比45瓦释放时提升了 3%。Geekbench 6多核 13242， 比45瓦释放时提升不到 2%。Cinebench 223多核 16850， 比45瓦释放时提升了 3%。Passmark 多线程 32083， 比45瓦提升了 2%。62瓦的性能模式下的 7840HS， 相比45瓦平衡模式下的 7840HS， 只有 2% 到 3% 的提升，但为此付出的代价是需要高达20多瓦的整机功耗的额外付出。建议把吉莫克 K6 设置在平衡模式就得了。性能模式下62瓦的性能释放，娱乐大师总分 1,548,842， CPU 得分 950,896， Cinebench 2024多核 967。GMK 吉摩克 K6 迷你主机装置了 Ryzen 7 CPU 7840HS， 出厂平衡模式性能释放45瓦，小主机的性能非常不错，不但超过了吉摩克自己家的 7940HS， 还超过了相当多的 780M 核显的小主机，快拆式顶盖简易方便，降低了小白新手朋友们自己安装和更换内存和 NVMe 的难度，点一个赞。要说接口上的缺点，我只能挑这个 HDMI 是 2.0 的，不是满血的 HDMI 2.1， 相比自己家的吉摩克 K4 增加为双 2.5G 网口，增加 DP 1.4 接口后置，看来是充分听取了朋友们的意见。总结一下，吉摩克 K6 装置 7840HS CPU， 出厂平衡模式下45瓦的功耗释放，性能超强，在我们的 CoreMark 排行榜上名列第4，散热优秀，静音稳定，满载 CPU 最高温度76度，满载耳边噪声45分贝，不管是内置接口还是外置接口都可以算丰富，接口兼容性好，顶级性能，丰富的接口，好的散热，关键是它还有目前市场上最便宜的价格。吉摩克通过快速迭代自己的产品，回应了用户的需求，这种快速迭代的能力也是我们国产厂商能够不断打造精品的基础。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我是老白，谢谢大家的观看，再见。